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聊菲律宾。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北郊的图帕德棚户区，有超过20万的居民蜗居在不足2平方公里的逼仄空间里。这个被冠以亚洲纽约之称的现代化大都市，它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惊人的反差，因为每10个市民中就有1人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。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个60年代曾经高居亚洲经济第2强的群岛国家，不禁要问，是什么让菲律宾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逐渐褪去了光环，最终被冠上亚洲病夫这个沉重的标签？夜幕下的马尼拉帕塞街头，2000多名未成年少女在霓虹灯下徘徊待客。而在300多公里以外的安吉利斯市，某些地下交易中心，欧美游客仅需支付约人民币65元500比索，便可以获得一名12岁女童的出夜权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在这个天主教徒占总人口83%的国度，联合国调查报告却将其标注为全球儿童性交易中心。当十字架与犯罪在霓虹中诡异的交织，我们不得不追问，究竟是被殖民历史孕育的病态基因、经济崩坏催生的生存环境，还是人性深渊释放的集体恶念，共同编织了这张吞噬儿童的血色罗网？1898年，美军在菲律宾安吉利斯搞了个克拉克空军基地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周围立马冒出了一大堆给大兵服务的红灯区。这事一搞就是100多年，哪怕1991年美军卷铺盖走人了，这个地方的色情产业早就长进了骨头里。现在安吉利斯满大街都是干这行的，每6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在干这个，所以全市30万人口里有5万都靠这个吃饭。说白了，当年美国大兵的皮靴踩出来的风化区，现在直接把整个城市都给拖下水了。这哪还有什么配套服务呀？根本就是长在骨子里的毒瘤。殖民时期留下的种族等级观念到现在都没有彻底消失。2023年，菲律宾性旅游市场里70%都是欧美白人顾客，他们借着菲律宾比索贬值的机会，现在1美元大概能换56比索，用在自己国家1/10的价格就能买到性服务。更令人无语的是，菲律宾政府对性产业其实就是表面上不管，实际上默许。就说安吉利斯市检察局吧，每个月都要从妓院收取50万比索的保护费，活生生地搞出了一种明面上合法，暗地里犯罪的怪生态。2023年，菲律宾有15.5%的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下，整整3000万人每天靠不到2美元生活。在棉连老岛的农村地区，不少女孩第一次从事性交易时平均年龄才13岁，而她们赚的钱却可以占到家庭总收入的40%。说白了，这种靠身体换生计的现象已经演变成了代代相传的剥削。2024年菲律宾反人口贩运委员会的报告指出，近40%未成年性工作者竟是被亲生父母亲手推进这个火坑的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性工作者每天平均能挣5美元，要比在工厂打工的3美元还要高。这也让不少家庭在贫困的压力下不得不选择这条畸形的生存之路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菲律宾现在是亚洲艾滋病感染率涨得最快的国家。2024年新确诊的感染者里，未成年女性居然占到了27%。有些嫖客为了规避风险，竟然转向盯上更安全的儿童群体。12岁以下雏妓的价格要比成年性工作者高出30%，但需求却暴涨了50%。在这种扭曲的市场需求下，让菲律宾成了全球最大的儿童色情制品输出国。2023年暗网里流传的儿童色情内容，足足有32%来自这里。菲律宾虽然在反人口贩运法里规定了最高20年的监禁刑罚，可2023年全国真正被定罪的只有217人，法律几乎形同虚设。马尼拉一个妓院老板甚至直言不讳，警察来突袭之前都会提前打电话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把女孩转移走。更令人无奈的是，不少政客早就和色情行业绑在了一起。2024年曝光的国会性贿赂案里，多名议员被指接受妓院的竞选现金，明目张胆地用权力换取利益。而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法律本身的漏洞。菲律宾法定性同意年龄仅为12岁，远低于国际普遍认可的16岁的标准。这相当于从法律层面降低了对儿童性剥削的惩罚门槛。另外，宗教保守主义更让监管难上加难。由于天主教势力长期阻挠性教育立法，菲律宾青少年的性知识普及率只有38%。
2024年的调查显示，62%15至19岁的女孩连避孕套的用途都不清楚，同期未成年人怀孕率却高达12.3%。这种无知剥削的恶性循环，让菲律宾成为全球未成年人母亲最多的国家。当年轻人连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，就只能在无知的深渊中被剥削，而背后的社会问题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菲律宾的网络普及率高达73.6%，但网络监管几乎处于真空状态。2024年，菲律宾反网络犯罪中心监测到，每天有超过10万条儿童色情视频通过网络平台传播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直播平台也成了新的战场。菲律宾天主教会每年投入20亿比索反对堕胎，却对性产业长期视而不见。马尼拉某教区主教甚至公开表示，性工作者的灵魂同样需要救赎。这种矛盾态度助长了社会对色情产业的畸形宽容。2024年民调显示，45%的菲律宾人认为性交易是穷人的生存选择，仅18%的人支持全面取缔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越南通过反人口贩运法后，性工作者的数量减少了60%，而菲律宾同期却增长了35%。青年一代的觉醒带来了一丝微弱的希望。2024年，马尼拉的大学生发起了运动，迫使政府关闭了200多个暗网色情服务器。但在棉兰老岛，贫困的阴影依然沉重，许多家庭仍在源源不断地将孩子卖给人贩子。每卖出一个女孩，他们的父母能获得5000比索的安置费，这相当于他们半年的收入。菲律宾的色情泛滥是殖民主义、贫困与人性贪婪共同酿造的苦酒。当12岁的女孩用身体换取面包，当政客在教堂忏悔后仍然收取保护费，当 AI 技术让剥削变得安全且廉价，这个国家正在为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困境写下最残酷的注脚。真正的救赎或许始于打破贫穷、色情、腐败的恶性循环，但在这个人均 GDP 不足越南的国家，希望的曙光仍如台风后的星光般微弱。当法律在权力面前沦为空文，当信仰在利益面前闭上双眼，当技术本该照亮未来却成为剥削的帮凶，菲律宾的困境早已超越单一国家的命运。这是全球化浪潮中贫困与欲望、传统与现代、监管与技术失衡交织的残酷镜像。越南的经验证明，制度性变革能斩断恶性循环的链条。马尼拉青年的呐喊昭示，觉醒的力量正在撕开黑暗的裂缝。但对于菲律宾而言，救赎从来不是某个群体的孤军奋战，它需要教会放下双标，直面罪恶；需要政客停止贪婪，践行责任；需要技术回归人文，而非助长剥削；更需要整个社会在生存选择的叹息中抬起头来。或许真正的改变始于承认，这杯殖民主义、贫困与贪婪酿成的毒酒早已蔓延，它不仅属于菲律宾，更烙印着每个人对剥削视而不见的灵魂。当保护每个孩子不再是标语，而是行动；当打破循环不再是口号，而是制度性革新，台风过后的星空才会真正璀璨。毕竟，任何一个国家的明天都不应该建立在孩子的眼泪之上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请订阅、收藏、打开小铃铛，谢谢大家。